蔡世成怎么了？县主，我没事，你们休息吧。是太史丞来了。进来坐。说完就走，不扰县主兴致。自打御书房走水，县主一直保驾不出，我想也没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了。我打算把灵符归还圣上，也来跟县主说一声。喝一杯。我昨日在西市见到碧柔了。他回西京了。对，但他看起来很奇怪。不想让你看到。是。他一直觉得对不起你。他是有良心的人，有良心的人就会活得很累。那你呢？我看太史丞是够累的。修红楼一事，你已经经历了，圣上应该也经历了。15年前，也是一个月圆夜，我生病留宿宫中，家中却突遭灭门，府上上百人口全部被杀。大理寺说他们尽力了，师傅说内业局尽力了，淑妃说圣上尽力了，可怎么才算尽力了呢？太史丞不必同情我。我只是想说，我没有尽力。你今夜来同我告别，也算有始有终。这大半年，感念太史丞相助。夜深了，我不送。县主，你可以说圣上是在袒护那些人，但圣上也确实是用按下真相的方式保下了你。或许在圣上那里，正义被伸张的方式不只有你认定的那一种。怎么说的像是我不懂事了？内司伯、五人、顾司职，还有我，我们都是和你一起的。跟我一起只能被拖累，你这灵符终究是要还回去的。县主还是信不过我。天下无不散之筵席。太史丞，我敬你。现在，县主可以信得过我了吧？我已无灵符可以归还，愿与县主共进退。其实县主与平日表现的并不相同，与旁人所说的、所想的也完全不同。萧某不敢说多了解县主，但还是知道你的为人的。多谢太史丞。叫我太史丞，那就还是信不过我。萧兄，
是无情，你只是不喜欢掩饰。谁还没有不光彩、上不了台面的心思和故事呢？县主，你不隐藏你的小心思，更不显摆你的善良，这一点，我敬重你。干杯！小兄，你喝醉了？项目确实喝多了，先告辞了。居然用了交心诀，可怜的太史城啊，一定是跟你掏心掏肺。我也掏心掏肺了，你没心没肺。你这是给太史城骗成什么样了？太史城玲珑心性，能被我骗？太史城，啊不，少秋，户部侍郎杨尚礼府上有命案，我们先走一步。你收拾好了就来找我们。县主，昨夜杨侍郎秘密宴请了恒王和于侍郎，说有要事相商，让下人们不许靠近后院，只留下了这些武技伺候。武技是平康坊哪一家的？好像是家妓。家妓，能查到身份吗？脸变形肿胀，不知来历。他们的主家呢？这些姑娘有专人送过来，她有特别的暗号，对方什么来头，下人不知道，也不敢多问。死者嘴唇、指甲乌青，身体僵硬，应该是中毒。但是酒水、食物、熏香、蜡烛都已经查验过了，无毒。是。池中之水查过了吗？也查过了，不过很奇怪，水中有毒，但量很少。如果把这些人都毒死的话，得把这一池水喝光才行。也可能是他们中毒之后，凶手将剩余毒物倒入池中。他们死亡时间相仿，几乎是同时中毒，但喉咙没有黑，所以毒不是从口入的。难道这是泡澡泡死的？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？这是西域传过来的烟玉，在石头下面烧火，把石头烧热，再把水浇在石头上面，就会腾起热气。人在热气里蒸着，据说可以活血健体。最近西京城很时兴这个。大理寺很厉害，这不就把案破了吗？
啊，破了？怎么就破了？毒就是这么让他们吸进去的。什么毒查出来了吗？看他们中毒的症状，应该是几种毒药调配而成，但是池中的毒被稀释的很厉害，很难查到。把水拿给老鬼头，他有法子。那四伯已经治世了，那不是刚好有时间？小兄，县主，这玉室我总觉得有些奇怪，但我又说不上来。好酒。那里少了一人。门房说，确实有一个男人是送那几个舞姬一起来的，后来又提前走了。他以为是送舞姬的下人，就没多留意。那人是凶手？不知，只是那人一定也中毒了。凶手借滚烫的石头，将毒散在空气中。最早在屋内的恒王、2位侍郎以及6位舞姬中毒最深，毒发最快。我们要找到这个人，因为最晚到浴室，所以中毒尚浅。但往外跑的过程中，还是有毒发表现。通往浴室大门的灯都倒了，应是那人踉跄出门撞翻的。去查今日告假的官员，不管病假事假，都要见到人。避而不见的，我们就亲自探望一番。是。那人坐在2位侍郎中间，应是主位。那就更简单了，只要查4品以上的就好。想到什么了？没什么。太史丞若是不喝酒，就不要在这里呆坐了。若我没猜错，那名单上应该有不少古宫之臣。若真一一处理，不仅朝廷会陷入混乱，天下都难得安宁。而且如今南方水患未平，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身上这样，也是权衡之计。是啊，多亏猫儿懂事，保天下太平。圣上这样，也是为了护你。可真正需要被保护的人，不是我，是那些前半生困守皇宫，好不容易得了自由，却被人诓骗、玩弄、虐待的宫人们。天下需要安宁，朝廷需要栋梁，可如今这栋梁都烂了，天下还能得到安宁吗？县主，这是喝了多少啊？县主，干嘛？有案子，我告了假。大案，恒王死在了户部侍郎府上，连着吏部侍郎和一众舞女死了10余人。哎，那也轮不到我管，去找大理寺。去过现场的人说，恒王有一道巨大的疤。韩笑不知那人身份，只是在拉扯时看到那人手腕内侧有一块很大的疤。走，人都死了，还讲什么男女大防？就算县主什么都不在乎，但总会有人在意。这里不是在宫中，还是谨慎一些。但他死在此刻，我不能不查，我也信不过别人。那我来替你查。县主蒙住眼睛，随我进房间，我来当你的眼睛。若县主信得过我的话，拿一条蒙眼布来。是。
县主蒙住双眼，随我进屋查案。尊五伦，守五常。若再能传出非议，便是吴府故意构陷县主，毁皇家青女。我势必一查到底，错杀1000，也不会放过一个。太师长放心，就是给我1万的胆子，我也不敢乱说的。你们有多少胆子我不知道，但你们只有1颗脑袋。可惜了，没能亲眼看到太史丞恐吓人的样子。我不是恐吓，只是实话实说。县主，请。小心。血腥味很重，太史丞不必硬撑，大门一关，我自己来查便可。这里只有你我，怕什么？不可以。香炉是房间的中心点，你面前是坎位，以8卦的方位划分，北坎南离，东震西对。房间如五丈人一贯作风，严格按照吉祥生财的方式布置，有门窗，但并无破坏的痕迹。对位有一宽大床榻，两侧各放1盏灯。正位设有一扇窗，可见园中竹林。窗前摆放一张紫檀木书桌，桌上有文房4宝，书本3卷。坎位设计像屏风，屏风两侧是斗柜。前位放了一张高几，瓷盘里放着一些金币。此处为房间财位，应是为招财所设。这些均没有被移动过的痕迹。去看看尸体。大床上方有一条用红绸悬挂的横木，五丈人上半身挂在横木上，双臂下垂，嘴巴张得很大。是否被塞过东西？看不出来，得等县衙派人验尸后才能知道。死因呢？伤在下身，衣服被鲜血浸透，血从床榻流到地上，血迹颜色正常，目测没有中毒，应该是流血过多而亡。还有没有别的伤口？没有。关节已经开始僵硬，但还能弯曲，县主应该能推断出死亡时间。死亡时间应该是后半夜。两只手的手腕处均有擦伤，像是被麻绳捆绑后挣扎所致。太史丞再仔细看看，伤口处的血迹是否干了？血仍未干。辛苦太史丞，可以出去了。若要参加问天大典，还请到山门排队。平安县伍思平，请我们代为前来。原来是贵客临门，失礼了，请随我来。这边请。徐公将举行问天大典，诸位可先在五丈人的小院休息，到时会有人引领各位入座相应位置。共襄盛举。
有了。不必。居然在山庄有自己的一处院子，看来没少供奉钱财。不过，太史城究竟是怎么算出来这门在哪的？武家的宅院上下极尽堪舆布置，这徐公的山庄又怎么会少得了说法呢？山庄背靠山体作为依靠，依照北斗七星之意修建山庄，这整个山庄实则是一个巨大的堪舆阵法。这侧门也有手法。刚刚我们经过的侧门，正是这阵法中生门所在，所以这里定当有正门以外其他的出口。能让太史城看出蹊跷，看来这徐公还有些水平。你怎么知道我拿了玉牌？与县主相处这么久，当然知道。又在算什么？习惯了，一入夜便想看看星星。在太史局那么多年，看不腻吗？不腻，倒像是老友，不用说话也能互通心声。是吗？我也想和他们说说话。县主想和他们说些什么？他们知道的秘密一定是最多的。月黑风高，杀人放火必定都见过。逃犯匪徒也最爱赶夜路。原以为县主也有些诗情画意，原来还是些杀人放火。我哪有心情诗情画意？心境一日未解，便一日不得安宁。也不知阿耶的心事有没有说给星星听。县主可否记得，星星已经帮过你我很多次。只要诚心求索，迟早有日他们知道的，你也会知道。还是我不够诚心了。只是需要时间，别让他们谋中出错才是。太史城为何会去太史局学关心？我进内业局是为了查究案，那太史城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一个约定。和谁的？一位故人。看来太史城也是被困在过去之人。希望星星能够解开心中所惑，帮困在过去之人朝前看。有心事？没有，听你的话，再等。你看那颗瑶光星，太远了，看不清。像这样，从这个缝隙里面看。看到了。如果等不到，也可以用些手段的。有何高见？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哎呀，这好好的天儿，怎么说下雨就下雨啊？衣裳刚晾又得收了，真烦。我先把米淘了，你多打2桶水拎到厨房来。
吃饭了。吃饭了。相公，人呢？啊！范郎！有数名百姓目睹鸭群向他家俯冲，鸭群飞走时，无数字条从天上飘落。老大，我打听过了，这字条上这个朱婷是当地朱员外的公子。少卿，这个是目击证人，昨晚就在案发现场。官人，昨天案发时你在哪里？我就在那儿。哎，当时这扇门是开着的吗？门是关着的。你说你目睹了凶案发生？哎，对。你站在墙外，死者死在院里，你怎么可能看到凶案发生？哎呦，官人，这不是一般的凶案呀，这是火鸭杀人。火鸭？哎，对，当时满天都是带火的乌鸦往这院里冲啊，然后就听见了范良惨叫。叫了有多久？没多久，一会儿他就没声了。小人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儿，太瘆人了。尸体已经验过了，死者是被活生生灼死的。灼死的？对，死者身上的全部伤痕都来源于一种鸟喙，或者说是类似鸟喙的东西，没有致命伤，死因应该是失血过多。这究竟是种什么鸟？死者生前似乎有短暂的搏斗，在死者的指甲缝里找到了一些羽毛的残渣。都带回去。好，老大，那我们现在走，去找朱婷。你就是朱婷？是，就是在下。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吗？不，小人不知道。范良，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他是谁呀？城郊的养鱼户，昨晚刚死了。死了？对。现场留下的字条写着你的名字。我的名字？这也太扯了吧！案子还在调查，一旦想起什么，马上来告诉我们。啊，哦，一定一定。走。官人慢走。这个朱婷鬼鬼祟祟的，一看就是在撒谎。对呀，他那个心虚的样子，真是谁都能看得出来。可是他得知范良死了之后的表现，可不像装出来的。这人也是你家的？他可不是府上的人，你没瞧见他穿着素服？她丈夫死后，我们家公子看她可怜，在接济她。一个寡妇，白天登门，她也不怕说闲话。不三不四，把这些新到的货搬到库房。哎。
这可是从西域引进的至尊无敌琉璃酒，一斗可要600文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你这来来去去的，已经喝了至少1200文了，我可都记在账上了。我在努力干活，我总得喝2口酒休息休息，才能更有力气干活啊。如果不3不4也这样干活，我的店就开不下去了呢。开得下去，开得下去。哎，有客人来了，有客上门了，这就请客人进门，恭迎财神爷进门啦！衰神。琉璃酒600文一斗，很便宜哦。别闹！怎么？回来！我来是有事找你帮忙。帮什么忙啊？没看我在忙吗？艾萨摩，叫你帮个忙哪那么多废话？你听说了火鸭杀人的事吗？听说了呀，来的客人每个都在讲。你可知道有什么手段可以轻易这样杀人？你们不是已经验过尸了吗？不是已经确定是飞禽杀人了吗？现场留有字条，写着“冤有头债有主”，朱婷。这个朱婷我们调查过，和死者似乎有某种联系，但他自己却极力掩饰，我觉得非常可疑。你不会觉得是朱婷杀人吧？直到现在，他的嫌疑最大。你是脑子有问题吗？哪个凶手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犯罪现场？所以我才过来问你啊，有没有什么方法能驱使飞禽杀人？据我所知，没有。有，又出面了，这回死的是朱婷。和渔夫的死法几乎一样，从伤口和衣服的破裂痕迹来看，都与上次如出一辙。老大，这位是朱府的仆人，是这个凶杀案的目击证人。你亲眼看到朱婷被杀死的过程吗？对，当时小人在隔壁花园松土，我就听到公子在隔壁叫救命。小人往过赶的时候，见到一群火鸭腾空而起，公子就倒在这儿了。短短几天之内，连杀2人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此人真是太猖狂了。哎，慢走啊！哎，客官走了，50，一个赚45文呢，有赚头啊！萨摩，你忙啥呢？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四娘呢。不，你又在这打什么歪主意呢？我从杂货铺里进了一批香囊，过2天我扛到街上一卖，又能赚一笔。千万别告诉四娘啊！行，但是呢，你得陪我去查一个人。这是在朱府发现的。四娘那里的酒，2坛。行。赵雷，你再仔细回忆一下。几位官人，我真的不认识，我不认识那2位死者呀。事关重大，再仔细想想。我只知道那个姓范的是个养鱼的，那个姓朱的
是个纨绔子弟，可我不曾与他们有过来往啊。蛇手下一个目标就是你。你近期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地方有异样？你们是来咒我死的吗？我这儿不欢迎你们，几位请回。你这是妨碍公务。哎，这是客人定制的，一共就俩，弄坏得赔。哎，算了，我们走吧。看他这个样子，就算知道什么的话，也不会告诉我们的。有一桩案子比较可疑，养鸽人黎志乔上个月在城郊东边的山里死亡，失足摔死的。报案人是他的妻子。养鸽人死后，他养的那些鸽子也全都不见了。这个案子和我们现在查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？案宗里记载，黎志乔的社会关系，赵雷是他多年的好友。赵雷，黎志乔的妻子是谁？杨旭。哦，对，我查到出现在朱婷家那个寡妇就叫杨旭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杨旭既是上个月死亡的养鸽人黎志乔的妻子，又是刚刚死了的养鱼户范良的邻居，同时还和朱婷认识。可能我就是个不祥之人吧。先把丈夫克死了，还把倾心于我的朱公子也克死了，就连住在我隔壁的邻居都会被我克死。这大概是老天在警告我，叫我安分守己，就一辈子孤独终老吧。那你和朱婷是什么关系呢？朱公子听闻我丧夫之后，就一直对我照顾有加。承蒙他的关照，我登门拜访。后来，朱公子对我表达了他的爱慕之心。可当时我还在服丧期，所以就婉拒了他。可没想到，这才几天功夫，他就……你丈夫平日里跟范良的关系如何？我丈夫和范良，他们之前就总是争吵。范良家养鱼的，我们家是养鸟的，而他们正好一个听不了聒噪，一个闻不了腥味儿。你和你丈夫平日里关系如何？我们俩的感情很好，只不过他一门心思都放在养鸟上，所以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少。养鸟？就是鸽子，你知道的吧？我丈夫是城里最有声望的养鸽人，他把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了那些鸽子身上。你呢？你也喜欢那些鸽子吗？我一点儿也不。好在他的那些鸽子在他死后都飞走了，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拿这些鸽子怎么办。那些鸽子，它们怎么飞走的？这个我不清楚，但那些鸽子平常都待在鸽巢里，可在志乔死后，就再也没有飞回来过。
老大，这天都等黑了，这凶手咋还不出现啊？再等。哎，有人出来。哎，这不那寡妇吗？她怎么还跟赵雷有一手啊？回去查查这个寡妇。好。不早了，那咱还等吗？等着。来了来了来了！萨蒙多罗呢？在哪儿？不知道。哎，你站住！去哪儿？干嘛？那么想我？凶手抓到没有？抓到没有？连个人影都没看着。啊，我也没说凶手一定会出现嘛。既然凶手都说了要杀赵雷，他迟早会出现的。跟我去大理寺，看看政务上有没有线索。我们不能耽误时间了。那可不行，我正要去集市上卖香囊呢。都什么时候了啊？你还想着去卖香囊？那行吧，这样，那个你现在跟我们去办案，回头呢我们帮你卖香囊，你也能卖得快点。他呢？不是，你也别太过分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也别蹬鼻子上脸。我们老大什么身份，怎么能帮你去摆摊呢？我告诉你，卖，一言为定。走吧。这个布条是在死者的院子里发现的。这是什么？这些是原本就在布条上的，还是后来蹭上去的？肯定是原本就在布条上的，因为我拿完了物证以后就直接封存了，不会碰到任何东西。这是双叶在范良尸体上发现的火鸭的羽毛。不对，这些是普通鸽子身上的羽毛啊。鸽子？黎志乔死亡的卷宗里有说到，是他的妻子报案，说在黎志乔死亡后，他所养的鸽子也全都失踪了。乌鸦、火鸭、鸽子，这到底什么鸟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先摆摊嘛，你们答应的啊，谁都不许耍赖。哦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，走过路过别错过，西域奇香，西域奇香，不管男女老少，谁佩戴它都会充满着奇香。来来来，西域奇香，西域奇香。哎呀，什么东西都要包装一下才卖得好。你去看看这集市上哪个不是吆喝什么西域呀、祖传呐，这样才卖得出去。学着点吧。哎，你俩帮我吆喝一下。西域奇香，西域奇香，哎，西域奇香。文文，来，文文特别香，来，特别香，特别香。奇香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。真的好闻啊！奇香。不管男女老少，谁佩戴它都会充满着奇香。我知道李少卿也不太可能真的帮忙吆喝，但是没关系，你只需要亲自带上，做个买家秀。
哎，你干什么？哇！这位公子看起来气宇轩昂，品味不凡，尤其腰间这个香囊，让您看起来容光焕发。戴上以后，整个人的气质获得了整体提升啊，是不是？是。这香囊真的很香哎！香，送一个，送一个啊！我送你一个吧，很香的，哇，西域奇香，西域奇香，连大理寺少卿都喜爱的西域奇香了啊！是啊，啊，好香啊！啊，这桃花很美啊！哎，美女，来看看，这怎么卖？这个50文，50文，太贵了。哎呀，不贵。看旁边，大理寺少卿都带我们家香囊啊！而且这桃花很漂亮，不光是自己带，还买了好多送给姑娘。否则就凭他，怎么可能跟我并称为长安四少呢？心到心得，心到心得。姑娘送情郎，才子送佳人，对腰月色。不要了。别走啊！哎，如意星闪，姑娘送情郎。你起那什么破名字啊？你听听人家的名字，如意星闪，一听就洋气。敢抢我的买卖，混回去！哎，说别打人，别打人啊！让开！哎，同行莫入，同行莫入。我是来欣赏你这如意星闪，不欢迎啊！我这儿跟你不是一路货。就你这黑漆漆的东西啊，还如意星闪呢？你是卖香囊啊，还是卖煤球啊？你还真别叫板。哼，姑娘，来，给你挑个香囊放到里边，请看。我看看，来，真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哎，你看，哇，真好看！别跑啊！比不过了吧？干嘛呢？比不过了吧你啊？把你们的香囊拿走吧啊！走了。气人！啊，走喽！如意星闪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哎，你干嘛？又搞什么鬼啊？你看，这怎么回事？三胖，我让你找的证人，找到了吗？找着了，进来。浩哥，好，见过几位官人。我问你，你那天看到火鸭身上发出的光，可是这种光？没错，就是这样的，只不过好像比这个亮了很多倍，像着火一样。可以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其实那天他看到的根本不是什么火鸭，而是一群普通的鸽子。是有人先在鸽子的羽毛上涂上了这种黑色的荧光粉，而这种粉末吸收了日光，在光线暗的情况之下会自动发出荧光，使鸽群看起来像火鸭。不管什么粉啊，什么沫啊，这不就是一群鸽子吗？怎么能把人杀死呢？傻鸟能有那么大的劲儿？这个问题我暂时还没有想明白。可是目击者只看到了一群鸽群在上空盘旋，死者也的确是被鸟喙所伤，可训练鸽子杀人，闻所未闻。按理说，凶手已经给出了下一个目标，可赵雷却迟迟没有遭遇不测，这又是为何？除非凶手就是赵雷自己，只不过他使了一个贼喊捉贼的伎俩。我知道应该怎么让这家伙认罪了。咱能把蜡点着不？
你跟杨旭之前可有来往？她是黎兄的妻子。现在有证据指明，杨旭就是杀人凶手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杨旭不是那样的人。丧期未过，却深更半夜跑去他人府上私会。你说他是哪样的人？你可以自己选，凶手要么是你，要么是他。凶手是我。我和杨旭是真心相爱，我们几个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。我原以为志乔会好好待他，可他只知道摆弄那些臭鸟，都将杨旭冷落在一旁。这些我都看在眼里，只想为他做点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找到了我，我们一直背着她丈夫私会，可我知道，李志乔一日不死，我和杨旭就不会有可能。没错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才动了杀心。他的尸体现在在哪儿？就在东郊的山林里。官人，人是我杀的，和杨旭没有关系，请你千万不要为难他，官人。官人，老大，这火鸭的案子没查到，倒查到了一个别的案子，倒也算是个收获。啊，就是这儿。这就是你杀死黎志乔的地方。对，他经常在这儿放鸽子，我当时把他叫到这儿，然后趁他不注意，我就把他推下去了。你确定他掉下来了？我亲眼所见。那你就这么把他带到悬崖边缘，他就没怀疑你？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他怎么会怀疑我呢？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把杨旭让给他。杨旭的事情我已经打听过了。杨旭的事啊，现在已经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哦，他们都怎么说啊？这个妇人杨旭啊，表面彬彬有礼、温文尔雅，但实际上她不是一个安分的女人。市井流言怎么能信？唉，这些市井流言虽然繁杂，但是挑挑拣拣呢，还是能捞到不少干货。黎志乔深爱他的妻子杨旭，但无奈杨旭是个风流的女人，勾搭的公子哥不少，朱婷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听说是那个范良牵线，两人才成的呢。所以人们说是黎志乔死后变成了恶鬼回来复仇。我觉得这流言并非空穴来风哦。可杨旭和那朱婷交好，唉，怎么有同时和赵雷暧昧不清？依我看呢，这赵雷还蒙在鼓里吧。杨旭已经招供了他与朱婷的私情，等丧期结束，朱婷就会迎娶杨旭。怎么可能？杨旭怎么会认识朱婷？是范良将他介绍给朱婷的。范良？他的证词就抄录在此。毒妇！毒妇！呸！这个毒妇让我杀掉黎志乔，居然是和别的男人相好。哼，他一直在撒谎，把我当成傻子一样愚弄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就是一傻子，傻子。黎志乔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？是，是又怎样？
都是这个毒妇指使我干的！呸！呸！那天夜里他来找我，就是来告诉我大理寺已经调查此事了。拜托你了。好。我眼瞎了，我居然会瞎到帮这个毒妇背黑锅！我明白了，那个鸟就是来给黎志乔回来报仇的。杀了范良，杀了朱婷，下一个就会是我，然后就是那个毒妇。一派胡言！黎志乔可是你亲手所杀，所以他才会杀我呀，先，然后再杀那个毒妇。黎志乔，你要杀杨旭！来人！杨旭，你个毒妇！把他给我带下去！我要杀了你！你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！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知道凶手是谁了吗？赵雷只说是黎志乔的鬼魂回来复仇。看来这杨旭不过是利用赵雷对自己的感情，唆使他杀掉黎志乔。他与黎志乔夫妻多年，想必也深谙这些鸟类的习性，以此杀人定非不可能。这个蛇蝎毒妇，我这就将他捉拿归案。等等，我记得他谈起那些鸟时十分厌恶，不像是装出来的。如果真的如赵雷所说，是黎志乔回来了，恐怕杨旭现在……快走！是我呀！是会不会已经遭遇不测？你还是认罪吧。官府的人都到了，你逃不掉的。那么你呢？你可知错？你犯下的过错太多了，接受制裁吧。杨旭，赵雷已经招供，你和他合谋杀了黎志乔的事实。可你说我要杀死的人，他就在你面前啊！谋杀未遂也是罪，别想逃脱审判。我本来就不是来杀你的，我做了那么多，只是想听到你说后悔。范良和朱婷都是我杀的，我接受制裁。也该让他们走了。报！这块磁石应该就是你控制鸽子，让它们盘旋飞舞的方法吧？你应该早就知道杨旭和赵雷有私情，但你碍于面子或感情，并未戳穿。所以当赵雷把你叫过去推下山崖，你并没有死，是因为你早有防备，而且那是你的放鸽之处，没有人会比你更熟悉地形。生还后，得知范良为杨旭、朱婷牵线，你怒火攻心，就利用鸽子实施了火压杀人的计划。你先在鸽羽上涂抹荧光粉，再利用磁石让鸽群在范良家上空盘旋飞舞，让附近路过的人看到所谓的火压。随后你潜入他家小院，用特制的鸟嘴镐对他展开偷袭，用看似鸟会的伤口
制造火鸭伤人的假象。当日我曾在赵雷的兵器铺见到过鸟嘴镐，当时还纳闷怎么会有人用这么奇特的兵器。杀了范良之后，你指挥歌群抖落布条，然后解散了他们，之后用同样的手法谋杀了与你妻子有染的朱婷。我主要想以此来吓唬杨旭，我希望他害怕，我希望他害怕以后悔过。其实，只要他肯认错，我一定会原谅的。可是他好像丝毫没有害怕。是啊，他从最开始决定杀我时，就没有再害怕过。我知道，最开始是范良给他牵的线，他引诱我的妻子出轨，死有余辜。但你为何迟迟没杀赵雷？赵雷再蠢，迟早也会知道真相。我想让他跟我一样，在背叛的滋味里受尽煎熬。官人，我知道我罪无可恕，我接受任何惩罚。可是，我希望能够从轻发落杨旭。他只是太寂寞了。归根结底，是我花了太多时间养鸟，才让他走到这一步。是我自己先造的孽。这到底是块什么宝贝啊？竟然能让鸽子全部在它上空飞？这不过是一块磁石。磁石？没错，鸽子飞行的方向被磁石干扰，所以才会围着这石头飞。那如果我带着它，是不是可以让人围着我团团转呢？你想让谁围着你转？开玩笑，你不是我的菜。因为我是活人。了解我。哎，你说，咱用这块磁石训练鸽子帮人送快递，能不能发财啊？哎，这是大买卖，要不要入国？哎，你有多少私房钱？交出来。告辞。